以当今的科技水平，能造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？昨天咱们畅想了一下，把所有高达世界科技打通，能组合出一台什么样的高达？有的小伙伴说了，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，你就说以当今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，能造一台什么样的高达吧？问得好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。在造高达之前，咱们先要想明白一件事儿，就是咱们的高达造出来是要应用于什么场景的。首先看看陆战，造一台用于陆战的高达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和操作系统。材料方面，咱们就拿元祖高达来说吧，使用了月神钛合金，头顶高度18米，全背重量为60吨。给大家对比一下美国 M1A1 主战坦克车体长8米左右，重量也是60吨左右，能感觉到高达有多轻了吧？这还不是逆天的，比如全高19.7米的独角兽，本体重量只有23.7吨，全背重量也才42.7吨。不得不说 UC 科技是真逆天了。而如果把高达躯干看成一个小坦克的底盘，你会发现背包刚好可以视为坦克的炮塔，也就是说光本体这个小坦克可能就已经相当于当今40-50吨的坦克了，四肢和头部的重量都不用算了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材料还能支撑高达走路、跑步，甚至是跳跃的动作，这关节承重水平简直是难以想象。而且你再想一想这么高的一块大铁坨坨，操作系统还要保证它能够进行直立行走并稳定重心，好像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。所以说就别提着弹面积这些实用层面上的事儿了，就光是造一个能独自站立并执行大幅度跑跳运动的18米机器人，这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。所以以现在的科技术，陆战用的高达还是别想了。那么水战呢？高达在水中作战基本就已经是个笑话了，因为水的阻力非常大，想要高速移动，对外形的要求就很高了。所以就算是高达作品中，也基本会创作流线型的水用 MS， 就算让高达下水，也得是有可变形机构的才实用一些。但一提到变形，那对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要求就更高了，不如直接造潜水艇了。所以水战也别想了。那么空战呢？其实咱们刚才一直还都没讨论高达动力的来源呢。大多数高达作品中的动力炉都是核聚变炉，就算是 C 的那种裂变炉，那能源转换效率也是黑科技级别的，咱们就别提研究了。就连核炉小型化问题都没法解决，那你说去搞电池机吧？看看咱们现在那些冬天掉电飞快的新能源汽车，咱还是死了一条心吧所以想在空中飞行还是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装上大型的推进器，灌满燃油，然后在天上当窜天猴。在推进系统和能源系统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，那还是不如飞机好使。最后就只有一个去处了，那就是宇宙里了。毕竟高达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宇宙战的，宇宙战争的机器也有很大的想象空间，没有了重力的束缚，关节方面的压力也会小很多。而且虽然咱们完成不了核炉的小型化，但咱们可以完成 MS 大型化呀，造一个100来米大块头就能用上现代科技的核技术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外形了。由于太空中不存在什么空气动力学，而且形状越趋于对称，越容易掌握姿态，以免陷入在太空中转圈圈的情况，所以腿最好是别装，毕竟咱们可研究不出什么 AMBAC 系统。那么为了对称，既然腿没了，头也就不能要了，直接装一些摄像头就可以了。机械臂的话还是可以保留的，毕竟可以适配不同的武器，还能进行太空作业。最后再给头顶上装一个无后坐力的主武器，就可以完成太空作战的基本需求了。所以咱们现在如果要造高达的话，就委曲求全下，做个直径100来米的铁球吧，这才是现代科学下的版本答案呀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高达世界中不起眼的机枪、加农炮放现代是个什么水平？在高达剧中，自 RX-78 元祖高达登场那一刻起，无论是他手持的光束步枪的表现，还是他在扎古豆豆枪中搓澡的画面，都给人一种扎古豆豆枪能干啥呀的感觉。可这些用高科技打造出来的人形机甲，手中的武器真的那么弱鸡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迭代到了扎古2上最常见的豆豆枪120毫米扎古机枪。经常有人吐槽这个口径怎么说都得是炮吧，那是以人类的身高比例做参照，放到扎古这个体型下，它就是枪。该机枪的射速能够达到280发每分钟，在地面的有效射程为4200米。作为对比M1A1 坦克主炮每分钟只能打6到10发炮弹，射程在3500米左右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除了口径、射速、射距的综合性能都比较优秀以外，扎古机枪还支持穿甲高爆弹和榴弹等各式弹种，这下子泛用性也一下上来了。而装弹量方面，扎古的机枪也是有100到145发的水平。别小瞧这个装弹量这么小一个圆盘能装下100来发120毫米口径的炮弹，想想还是挺恐怖的关于这一点，官方也给出过机枪内部的透视图，试图圆一下设定，而机设师也有自己的看法。要说合理还是这个背部供弹的要合理一些。
这里呢也放上一些其他 MS 的武器参数，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，射距也是比较够用，放在现实世界中啊绝对是逆天的存在。可是，在高达剧中呢，它也只能给元祖拿来搓澡。当然了，说是搓澡，其实这个口径的子弹打在元祖身上，就说破不了防，造成的震荡杀伤啊也是相当可观的。要是在驾驶舱周围落上几发，估计阿姆罗当时就得翻白眼了。而且说到这里，相信很多人都想让我提一嘴高达的火神炮了吧？没错，高达的火神炮啊虽然不起眼，但它的科技啊也是挺逆天的。像联邦标准的 RX 系所使用的火神炮，口径为60毫米，装弹数600发，而这600发呢也基本上是1分钟不到就能打完。对比下现实世界中的 AK176M 舰炮，它的口径为76毫米，射速是120发每分钟，个头啊还有这么大。你再看看高达头部那火神炮才用了多大点地方，这还不出这600枚炮弹要放哪儿呢？这还没完啊，大多数火神炮使用的还是无壳弹，这就避免了在头部还需要追加抛壳的结构。虽然 MS 一般只是拿火神炮来拦截导弹，但实际上杀伤力啊还是相当可以的，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，也能够给敌人造成有效的杀伤。更别提独角兽开启 NTD 以后还能打光束，那更是逆天啊！然后啊，再来说说加农炮，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陆战高达手里那把了吧？它的参数呢，我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，只知道口径是180毫米，这个大小已经超出了轻型巡洋舰主炮的水准，基本算是摸到了重型巡洋舰主炮的门槛了。结合剧中的表现，咱们可以称之为开山炮了。虽然这种火炮放在现代军事中也是比较常见，可是陆战高达那个加农炮啊，它不但可以手持，后坐力小，甚至还支持现场组装。要知道巡洋舰上的舰炮啊都是这个造型的，主要就是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必须要非常稳固的底座才能够稳住炮口。而陆高的这门加农炮不但实现了装备的模块化，这后坐力啊也不过只是需要高达跪下而已，这个反后坐力科技也是相当先进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头发还真挺有质感的，全身盔甲都有做珠光色的涂装，这老头乍一看啊慈眉善目的，看久了居然还有种年迈的美。相信在外国的众多神话中，希腊神话是中国网民相对比较熟悉的，毕竟像神王宙斯、海王波塞冬、冥王哈迪斯这样的角色会常年在各大影视作品以及游戏作品中客串。不过毕竟是国外的神话，国内想买到相关的周边还是挺困难的。恰好前一阵子我接触到了由尘封魔丸出品的万国众神系列模型，比例为1:12，在以希腊神话为原型的基础上，还会加入一些原创设定，其中海王波塞冬那融合了克苏鲁神话的原创故事，可以说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角色以扎克，同样毁国荣的万国众神海王波塞冬吧。咱们先来看看外观，我手里的这款是蓝皮的海王波塞冬，毕竟常年居住于海底，皮肤变得更加像深海生物，似乎也挺合理的。如果大家还是喜欢人类肤色的话，也可以选择购买金甲版的海王波塞冬。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蓝皮的啊。模型全高18厘米，与 MG 元祖这些差不多。由于全身都有做阴影涂装处理，因此就算不把玩，往那儿一放，也是手办级别的展示水平了。细看的话，无论是盔甲上的装饰，还是人物身体上的纹路，涂装呢都是非常精美且细致的。最亮眼的就是外甲部分的涂装，全部采用了珠光渐变色的效果，在不同的光照角度下，会有一种色彩斑斓的感觉，视觉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最喜欢的还是波大爷这一头秀发，发丝刻画清晰，层次感极强，涂装呢也非常到位。在可动人偶里啊，这种制作水平真的是相当可以了。而且这款模型还有一点我觉得做的特别好，那就是裙摆的造型，通过扭曲布料来达到特定的定型效果，这样不仅保留了布料的柔软质感，还能使其展现出飘摆的感觉，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讨巧的设计了。接下来咱们简单过一下可动。头部由于有头发和胡子，因此呢可动角度比较小，而且啊球管感觉做小了，稍微有点容易掉。腰部有2段的可动关节，后仰角度非常大，前屈呢就比较一般了，毕竟8块腹肌太硬了，能理解啊。手臂平抬90度，曲肘也算够用。手腕呢则是有多项可动，前踢90度，侧踢勉强到90度，后踢90度，屈腿150-160度吧。脚腕接地还算不错，脚尖也有独立的可动关节。看到这里啊，可能有人好奇了，这裙摆下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你们能不能正常点？跟我一样大大方方的直接看不就完了？老人家肯定是有准备好小内内的好吧？其实这款模型的外甲都是可以穿脱的，只不过胸甲这里按理说呢也能脱，但是我怕弄坏了，就算了。脱完了以后呢，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感觉，还是一个很精干的老头哈。难怪这帮希腊神仙来不来就找人间女子作乐呢，这身段不运动运动可惜了。
接下来再说说配件，一个海王标配的3叉戟，上面也是有不少的细节纹理的，一把宝剑，剑身呢是两侧分离的，有点像磁轨炮的感觉。造型手除了本身的一对实心握拳手，还有一对空心握拳手，以及一个斜向的空心握拳手。接下来呢就是我最喜欢的原创小故事部分了。服务于原创小故事的配件是一个变异头雕，一个克苏鲁石板，2个透明特效件，以及一个被污染的造型手。小故事里的波塞冬啊，原本是受到海边居民的供奉，但突然不知为什么收到的贡品越来越少，并且发现人类开始信仰一个神秘的宗教。当波塞冬拿起居民传阅的一块石板时，石板出现奇怪的触手，并将波塞冬腐蚀。从此以后呢，海底王座再也不见波塞冬的身影。而从石板配件可以明显看出克苏鲁的符号，变异面雕部分呢，也可以看出一半的脸已经被严重腐蚀了，另一只眼睛连瞳孔都消失了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失了智。变异手则更诡异了，手指上出现类似黏膜的东西，手背上也出现了奇怪的纹路。将这些配件全部换到身上，就呈现出波塞冬查看石板，结果被不明物体腐蚀的景象。可以说场景感满满，也让模型的可玩度大大的增加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款万国众神海王波塞冬的模型介绍了。俊酷的外形、细致的涂装、出色的背景小故事，都是这款模型的加分项。有对希腊神话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，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OK， 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喜欢小伙伴点赞上投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多色成型板件是新时代黑科技？只听说过 HG 有144的比例，30年前的万代有多狂野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。HG 模型在如今很多玩家的眼里，已经快成为低端产品的代名词了。尤其对一些几乎没有拼过 HG 的人来说，这个级别的模型啊，好像就是给很入门的小孩子所准备的。而要想体验万代的各种黑科技，还得买 RG、MG、PG。尤其是他们的衍生产品线，如 MGEX 啊、MGSD 啊、PGU 啊啥的。可是抛开 HG 至今仍然是万代最主力的拼装产品线之一不谈。如果把目光放到30年前， HG 可是当时最高规格的拼装产品线。正如它的全称 Highscreen， 它设计的初衷可是要成为高端货代名词的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这款在现在看来可能平平无奇，但在当年万代可是花了很大心思推出的产品，1:100 HG 闪光高达。当然了啊，这里我还顺便配了一个日升高达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。咱们先来看看这款产品的一些亮点。首先要说的肯定就是这个多色成型板件了。其实早在1990年，万代就发售过这种产品了，正是最老的那一批 HG。而这款闪光高达则是通过1:100 HG 这个概念，将 HG 上的多色成型技术带入1:100这个比例中。当然了，它不是第一个，微高达是要比它早1年使用这个产品思路的，不过啊也就相差1年，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产物。要知道在此之前，1:100比例高达拼装模型都是这种画风的。你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年代的人，当你看到这么个大比例且分色精细的模型，能不喜欢吗？这就不得不说这款模型另一个亮眼之处了，那就是1:100的比例。不是说这个比例很少见，而是万代把研发 HG 的心思也用在1:100这个比例上了。可以说啊，95年的 MG 诞生也是离不开这些1:100 HG 的商业成功给万代带来的信心的。顺带一提啊，那年头万代可还是出过 HG-EX 1:60这个产品线的，你就说当年的 HG 路子有多广吧。最后一个亮点就是闪光高达机设所自带的爆甲结构。在这款模型上，居然绝大多数的爆甲结构都是由可动关节来实现的。在当今看来可能没啥，但在当年这可是相当可怕的细节处理。而且据我所知啊，最早以爆甲为卖点的高达应该就是闪光高达了。高达武斗传作为首款非 UC 系的高达 TV 动画，里面是有着相当大胆的创新的。也正因为太大胆了，4月1日武斗传刚播出时，很多高达老粉丝啊以为这是万代和日升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玩笑，直到后面每一周都在播送，大家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认真的。这部作品啊其实也是相当有意思的，如果哪个小伙伴没看过呢，强烈推荐上下班通勤啊什么的挤出一点时间看看。来，咱们接着说说爆甲结构。头部天线的爆甲全部由可动关节来完成，这一点说实话啊，我当初做完了真的是感到很惊艳。要知道这可是1994年的模型啊，再看看那年头的模型精度啊，能做到不用替换件，真的相当可以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脸颊部分的爆甲依然需要替换件，但想想那个年代技术水平，这反而才是正常发挥了。肩甲部分则是采用了滑槽结构，虽然不咋丝滑，而且内衬的金色还需要铝箔贴纸，不过有就比没有强。同时期推出的144闪光高达，肩部的爆甲就需要单独购买配件包才能实现。手臂外甲则是一个简单的2段关节，小腿外甲也是简单的外拉展开结构。但值得一
一提的是，这个深蓝色外甲分件摸上去有一种麻麻赖赖的感觉，就像柏油马路的那种粗糙感，手感是非常独特的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机设有什么关系。补色贴纸数量不算很多，主要就是头部监视器部分、肩甲金色内衬、手臂外甲上的2个白色凸起，以及前裙甲和脚踝甲上面的大面积黑色结构，在那年头已经算是非常少了。可动方面的表现跟大家预期的差不多，头部就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曲轴90度，前踢接近90度，侧踢45度，后踢角度很小，屈腿超过90度，脚踝的前后接地还不错，侧摆就很一般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手指采用了后来 MG 常用的311可动手，只不过大拇指是定死的。背后的合体载具可以拆下，不过里边是无人机就是了，也可以简单变形还原载具形态。喷口也是有独立的可动。配件方面提供了一长一短2个光束军刀，是刀柄和刀的特效件一体的，全透明，也是那年头的常规操作了。我觉得总比那种刀柄和光刀都是实色的要强。接下来再来看看旭日，作为闪光高达改造出来的机体，大体结构肯定跟闪光差不太多，只不过配色上略有不同。武器方面增加了长柄剃刀，也是日本习武女性的标配武器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一把枪和一个弓，以及一个集成在弓上面的盾。背部则是改成了可挂载剃刀的样式。最大的卖点就是手上的弓，将盾牌卸下，调整一下射击口，然后将2个弓杆旋转方向，就可以还原弓的造型了。放在那个年代，这个变形机构也是很亮眼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款模型的简单介绍了。作为处于万代拼装产品升级的关键期所生产出来的模型，可以看得出万代在他们的身上是用了不少的心思的。产品的革新不仅对那个年代玩家来说是一种喜悦，对于现在的玩家来说，通过拼装这些老模型，也能体验到不少旧时代的乐趣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入一个收藏哦。OK， 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喜欢小伙伴点赞、刷头投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